这是富士新出的拍立得相机 Instax Mini Evo Cinema， 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决定专门为它拍一支影片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这是我至今买过最后悔的相机。死机了。用这个树枝戳了一下以后，现在好像又变正常了，还是留着比较好。又死机了。好，先说清楚，我肯定不是来黑富士的，因为大家也知道，我自己用的相机就是富士的 X160代，我用它拍了很多满意的照片。我也知道富士能做出非常优秀的产品，但这台 Mini Evo Cinema 呢，真的让我有点无语。那懂相机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，你身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，你为什么要买它？你从它的参数就知道这台相机根本不值得买啊！那传感器是1/5英寸的，有效像素是500万，跟2010年前的手机画质差不多，然后售价是55000日元。那买这种产品呢，不就是助长富士产品研发的不正之风吗？好，别骂了。我先说我买它的理由。首先，我对它的画质没有任何的期待，我只想把它当成一个可以拍复古滤镜的拍立得打印机。那甚至我对它的期待就是一个实体的相机 app， 好玩就够了。除了比较有乐趣这一点之外呢，我觉得它的外观设计确实还蛮有趣的，就是模仿以前8毫米摄影机的样子，然后很复古。怎么说呢，就确实有点情怀的成分在吧。还有就是它的玩法看起来也蛮有意思的。简单说一下它的功能，这边就是可以切换不同的年代滤镜，它是自带了10种滤镜，每种代表的是一种年代风格，从1930一直到2020年。这些是我拍的样片。镜头这边是可以调节滤镜的浓度，这边是装相纸的地方，相纸需要另购，这台使用的是 mini 尺寸的相纸，一盒是10张，然后这边是出相纸的地方。那这里旋转2下就可以把你的照片打印成拍立得。按这里是开拍，短按拍照，长按是视频录制。这个屏幕上也可以加装一个目镜，外拍的时候可以让它的取景更加方便。所以产品创意上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试的，然后就买了。拿到相机后，我满怀期待的拍了开箱影片，然后又满怀期待的带着它去拍摄，地点我还专门选了大阪的通天阁，因为那里还蛮适合拍一些复古的影像。那刚开始拍了几段，确实感觉很怀旧，有点上世纪的味道。那刚开始我没有插储存卡，是用它自带的内存拍摄的，大概拍了10段影片，然后它就忽然跳出来一句内存已满，它只能存差不多10个15秒的视频。还好我日常习惯随身带几张储存卡，所以随便找了张 SD 卡，我就以为可以继续拍了，然后它没电了。我充满电出门，大概拍了20分钟，电量只剩1格。当时真的傻爆眼，没办法，我又给它插上了充电宝。那来都来了，不管怎样就先将就着拍吧。没想到噩梦这才刚刚开始。这台相机在没有储存卡的时候呢，它只能拍600×800的视频规格。插了储存卡以后呢，把年代滤镜设置在2020年，就可以拍摄1080×1440规格的视频了。那我就这么设置了。装上卡以后呢，我先拍了一段，然后它就直接死机了。然后你怎么按都没有反应。我以为是个例，于是又上网查怎么办，然后我就看到了最离谱的东西，就是富士官方真的写了死机的应对方法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官方自己也知道死机是常有的事，而且似乎 Mini Evo 以前的机型也一直有这样的状况。然后我就想就这样上市吗？不是应该先去解决这个问题吗？那官方说怎么解决的呢？就是说按下充电接口旁边的重置按钮，对，他们专门做了一个按钮来应对死机。上一次我在数码产品上见到重置按钮这个东西，可能还是我用电子词典的时候，而且这个按钮非常的小，小到必须拿针状物戳一下才能按到。请问我在通天阁去哪里找针呢？我总不能问路人说，不好意思，你有针吗？我相机不行了，我要给它针灸。所以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。
我在地上捡一根树枝，戳它的复位孔。我依稀记得那天的通天阁是那么的热闹，大家在拍照，在逛街，在吃东西，我在给相机针灸。用这个树枝戳了一下以后，现在好像又变正常了，还是留着比较好。OK， 戳完复位键好了，拍了几段，它又死机了，而且屏幕直接变成了花屏，整个画风变得很意识流，很艺术。我能怎么办呢？再戳。好，本期影片就到这里，我去考中医执照了。然后我第一时间想到大概是储存卡不兼容。第一次我装的是闪迪的 Extreme Pro， 储存卡的规格太高了，它就会死机。但如果只是卡不兼容的话，你就直接提示储存卡不兼容，请换卡就好了呀。这很难吗？总比让用户满地找树枝好吧？好 ，anyway， 最后我找到了一张 Insta360的定制卡，卡的规格没有那么高，我还把1440×1080的规格关掉，然后死机的情况就明显改善了，才勉强拍了一些样片。又死机了，没有。那说到样片，这些样片怎么样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我也知道这台相机它的视频主要是发在社交网络上，但这个画质真的让我没有任何分享的欲望。很多人说这个就是行车记录仪，荒谬！我上一次接业配的行车记录仪，不好意思说漏嘴了，都已经是 4K 画质了，人家画质非常的能打，好不好？一开始我还阴谋论过，我想富士是不是因为 X-Half 卖不掉，所以把它的 CMOS 切成了5份分开卖？很合理吧？当然只是开玩笑啊，我相信富士不会这么做的。而且如果它有 X-Half 那样的画质，我也就满足了，但显然没有。好，再说一下它的核心卖点，就是年代滤镜。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是真的觉得有点不好看，感觉就是在一块廉价的感光材料上套了各种颗粒、杂色、偏色来掩饰它分辨率的不足。那我觉得其实还不如把年代滤镜换成富士的胶片模拟，可能比现在的滤镜还会更耐看一点。因为这些滤镜你大概试了1天以后，你就不会再用它们一直去拍了，因为它的新鲜感其实很快就会过的。那最后它还是有优点的，就是它当拍立得打印机其实效果还挺不错的，打印的质量很稳定，而且不管是不是这台相机拍摄的照片都可以通过它来打印出来，所以单纯把它当成相纸打印机来看呢，我觉得是合格的。当然如果它的相机的功能有这么多的问题的话，也许我买一台专门的相纸打印机就够了，至少我不会以一台相机的标准去期待它。比较庆幸的是，我只是在拍摄测试样片的时候遇到了它的各种 bug， 而不是脑子一热直接带着它去旅行，那就非常有可能直接毁掉我旅途上的心情。总之呢，我用完这台相机，我都恨不得把除了它之外我手边所有的相机都抱着亲一口，因为对比之下它们真的太好用了。这个树枝就是我当时用到的，我打算把它保留下来装裱一下，来提醒我不要再为任何所谓的情怀多花1分钱。我也希望富士官方能看到这棵树枝，然后给每台这个 Mini Evo Cinema 都送一根。情怀你可以卖1次，但是体验决定你能不能卖第2次。好，以上我是大波胡，下期再见。